祭祀开始。闭嘴！宋云瑶乃是阴尸出生的灾星，是全村的祸害。把他祭祀献给河神，是在替他赎罪。不是，你这个当娘的，应该替他高兴。不说，叶夫人有所不知啊，三小姐本是凤凰天命，只是那南方红山村有一女子，也是天生凤格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阴时阴月所生，八字恰好压三小姐一头。若是她活着，三小姐怕是难以成事啊。贵人许诺，只要宋云瑶去死，她从此以后保全村衣食无忧。要怪就怪她阻碍了京城贵人的路。时辰到，准备祭祀。别动！娘！你疯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别放了阿瑶！我在府，你给他陪葬！立，自不量力。还有遗言吗？宋天，你最好今日就弄死我，否则我多活一日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吉时已到，红山村特献阴尸灾女1名，愿河神佑我红山村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小美人，你看你全身都湿了，让哥哥给你暖和暖和吧。别碰我！你要死了可不要紧，哥哥让你怀孕做娘。你们还都傻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有胆！哎呀，娘日在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娘希望你以后再也不受欺负。娘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妈的臭婊子，给老子去死吧！下次杀人不要用石头，不仅难以取人性命，还容易激怒对方反对。求公子教我如何杀人。教你杀人？是。我为何要教你？那您方才又为何救我？大胆！凭你敢质问王爷？您身着龙威玉佩，这位大人又称您为王爷，民女斗胆一问，您可是当今五皇子？继续说。民间都知道，您在查相国府贪墨一案，相国府害死了我的母亲。若您愿意教我杀人，我愿做王爷砍下相国府的刀，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那你可知，圣上已经为本王和相府三小姐赐婚，本王又如何会帮你？您并不倾心于三小姐，
否则离婚期一月不到，又如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丙午镇，想要从源头查探莫言案呢？有点意思。世上竟有如此相似之人，这张脸倒是可以好好利用利用，只是可惜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那就是相国府。10年前，相国夫人杨真溺水而亡，而她的女儿相国府的2小姐叶灵玉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你与已故的相国夫人杨真有8分相似。我要你成为相国府的2小姐，找到相国贪墨的证据，待相国府满门抄斩之日，就是你大仇得报之时。你敢为了报仇，赌上自己的性命吗？我敢。等等，仅凭这张与已故相国夫人相似的脸还远远不够。况且，叶2小姐的脸上也不可能有刺青。王爷，这位姑娘的刺青已经深入皮肉，恐怕难以去除，除非先用利器将其铲去，再用独门秘方敷上1个月，方能光滑如初。王爷，恐怕这计划有另外学问才行。翠姑娘，王爷，不要放弃我，我一定要报仇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你的老师。3小姐叶焕柔最得相国青睐，你可知为何？学生不知。她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想要入了相国的眼，就要证明你只有比叶焕柔更优秀，才能进入相国。从今以后，我教你琴棋书画，只要你完全超越叶焕柔，我自会把你送到相国府。会挥，风会吹，鸟儿注定会远飞，潮会退，春会归，你是注定那一位。如果眼里也是因为你傻笑合不拢嘴。拜见老师。老师，我们这是去哪？我教了你什么？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想法，学生知错。王爷，我们到了。带上这个下城，今日皇后在鸡鸣寺祭府，想办法接近她。老师，这是条毒蛇。只是一条毒蛇，你害怕了？这么没用，这些日子算是白教你了。青松，回府。等等，老师，我不怕，让我去吧，我一定要报仇。宋云瑶，我倒是真没有看错你。恭送皇后娘娘。
这孩子和我那早去的姐姐长得一模一样。蓝翠，你说他该不会真的是月儿吧？奴婢不敢妄言。娘，啊，你醒了。夫人，这是哪儿？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为了救我中了蛇毒。姑娘，你为什么会突然扑上来救我？说来有些不要脸面，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，只在梦里面朦胧看到过她的模样，但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今日一见面就觉得很像我娘，一时之间没有忍住，也扑上去。你叫什么？叶灵玉，你真的是月儿？你不记得姨母了吗？姨母，这位可是咱们当今的皇后娘娘。明女叶灵玉见过皇后，拜见皇后娘娘。明女该死，方才那些话都是一时间的胡言乱语。皇后娘娘金尊玉贵，明女万万不敢与娘娘高攀。姨母不会记错的。蓝翠，快去通知相国府，就说二小姐找着了。是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娘娘，仔细查验过了，毒蛇没有被拔掉牙口，里面的姑娘也确实身中了蛇毒，应该不是刻意接近您的。是，竟然有这么巧的意外。青松，把毒蛇的牙拔了。是。不用，既然做戏，就定要做全套，以身饲虎，才不会惹人怀疑。红山村那边刚刚传来消息，与你争抢凤命的贱人已死。龙儿，接下来你只要牢牢抓住灵王殿下的心就够了。我就知道母亲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夫人，皇后娘娘派人从宫里传话，说有要事，老爷已经在前厅候着，您也快去吧。老爷，这皇后娘娘是有什么事吗？娘娘派人送话，说是二丫头已经被找到了，让我们择日接她回府。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怎么会呢？这可是咱们相府的好事啊！妾身一定风风光光的将二丫头接回来。贱丫头失踪10年，竟然没死。不过一个流落在外的野丫头，连婉儿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不过蓉儿，你可别忘了，她是龙配正室所生的，你娘我是妾室，若真要算起来，她的身子压你一头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等她回来之后，我一定会让她知道，野鸡就算飞上枝头，也变不成凤。娘娘，相国府到了。这就是二小姐，穿着打扮连咱们府内的嬷嬷都不如，简直就是个乞丐，不及咱们三小姐万分之一。母亲真是多虑了，她不过就是一块被人踩在脚底的泥巴，跟我这金玉之女怎么能相提并论？恭请二小姐下车。她不是二小姐，那二小姐……哇！原来她才是二小姐，美的简直就像天上的仙子。这比三小姐可……你就是叶灵月，果然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
瞧你这副狐媚样子，一点都不像个千金小姐。可别把你学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带进相府，脏了我们家的门楣。娘娘，您还不下车吗？不急。看来她还是在怀疑我。你就是容妹妹吧？父亲母亲呢？父亲母亲就在这门后。不过你失踪10年，不曾在他们膝下尽孝，见面前是不是该磕几个头，以表孝心呢？娘，女儿不孝，原谅女儿今日认贼作父。叶灵运，给父母请安。乡下的野丫头可真有意思，居然认狗做爹娘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不过姐姐呀，你也别委屈，说不定啊，你那早死的娘就转世成了这条狗了。妹妹，你若是不喜欢我，又何苦要如此折辱我？王爷，宋小姐这门都没进呢，皇后娘娘怎么还不下车帮她呀？不急，皇后娘娘疑心深重，便不会这么轻易泄了宋云瑶的身份。且等等看吧。我知道，皇后娘娘是在考验宋娘娘，她想要自己对付叶慧茹，只有闯过这一关，才有资格成为皇后娘娘的外甥女。那倒也不一定，皇后娘娘的姐姐可是个弱柳护肤、温柔似水的女子。容妹妹这是要做甚？别急呀，姐姐，父母还给你准备了礼呢。长辈赠礼，姐姐怎好站着接？叶灵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进了相国府之后，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我要是跟你说话，你就得给我跪着听；我要是打你，你就得把脸凑过来让我。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玩死你！你就跟你那个早死的娘一样，都是上得头面的野鸡。只有我和我母亲才是相国府真正的女主人，好吗？骂了您亲爱的姐姐，您还能忍得住？皇后娘娘，京城的第一才女，原来蠢笨如猪。放肆！见到皇后娘娘还不跪下！皇后娘娘，拜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叶相国，叶府真是好家教啊！堂堂相府千金，却心思歹毒，口无遮拦，让门外的百姓看笑话。孽障！第一天回府就惹是生非，惹娘娘不悦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杖责30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杖责30。姨母，哎呀，娘娘息怒，老爷息怒呀！这二丫头自小在乡野长大，没有教养，你是情有可原呐。住手！叶秉章，玉儿在外流落多年，刚回府受了委屈不说，你这个父亲竟然不问清缘由，就认定是玉儿犯错，你的心未免偏颇了些。玉儿母亲乃是本宫亲姐，玉儿就是本宫的嫡亲外甥女。
叶焕荣这野丫头，竟然说月儿是野鸡这种阿渣之物。这事情说小了是你们叶府教你无方，说大了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其心当诛。小女不敢，小女不敢。皇后娘娘明鉴呐，臣妇为接回灵月，日日操劳，累得都生了病。小女是心疼我才做了糊涂事，求娘娘念在小女一片小心，又尚且年幼的份上，饶过小女。皇后娘娘息怒了，这不过是姐妹俩开的玩笑，当不得真的。是。皇后娘娘切莫为此等小事动怒，伤了凤体呀！哼，姨母，父亲母亲说的对，妹妹尚且年幼，今日就是和月儿玩闹，还请姨母饶过妹妹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母亲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看看是否合你心意？来人！这料子颜色鲜亮，你拿去做条裙子正好。这是火浣布，母亲费心了，月儿谢过母亲。月儿，你自称在乡野长大，这火浣布可是千金难求的珍品，你怎么看一眼就认得出来呢？果然如此。对呀，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怎么可能一眼就能认出火浣布？我知道，你就是个冒牌货嘛！别说我姐姐丢了，你就来冒充，想做相夫天金是吧？不是的，我不是。皇后娘娘，自从月儿失踪，臣妇担忧惦记，日日寝食难安，恨不得用我自己的命换孩子回来。如今虽说托娘娘魂符寻回孩子，毕竟事关相公府的血脉，马虎不得，不能滴血认亲。不能滴血认亲，确认月儿的身份，才好让她认祖归宗啊！否则，万一传出谣言，说这二小姐是个冒充的假货，以后上街容易被人乱棍打死啊！姨母，月儿该死，母亲为接月儿回府，累坏了身体，在相府门口又闹得姐妹不和，现如今还有父亲为了我刺破手指。如果早知如此，愿一辈子待在乡下，为相公府祈一辈子的福。月儿只想自己的父亲平安健康，不要因为月儿受到任何伤害。小贱人，我倒是小瞧了你这张嘴。皇后娘娘，这孩子自称在乡野长大，可却认得火浣布这般价格昂贵稀有之物，实在是可疑呀！臣妇担心，万一有人鸠占鹊巢，是真正的二小姐依旧在外受苦，可怎么办呢？一想到这个，我这个当娘的心都要碎了。是啊，皇后娘娘，如果她真的是二姐，滴血认亲的话，确实是能证明她身份最好的方式啊，这对她也没有坏处啊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不是最守孝道的吗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皇后娘娘和母亲因为你的身份寝食难安吗？月儿，若你真的问心无愧，为何
不肯滴血认亲呢？莫非你真的心虚吗？来人，饮这河水碗。皇后娘娘，此事关乎叶家血脉，请娘娘见谅。好大的胆子！好大的胆子！来人息怒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下贱胚子果然是假冒的，可惜再狡猾，总会有破绽。我不露出点破绽，怎么引你上钩呢？送我价值千金的礼物，恐怕明日这慈母的美名就能传遍京城。可惜我要让你失望了。这是火幻卜，月儿谢过母亲。上钩了！他的胆子竟敢戏耍本宫！姨母，月儿没有，月儿是被冤枉的，姨母。来人，拿下！姨母，您贵为一国之后，月儿万万不敢欺瞒于您啊！这是一定有蹊跷了，姨母。放肆！娘娘金尊玉贵，你这下贱胚子也配叫娘娘姨母？你愚弄娘娘，玷污相国府血脉，罪不容诛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即刻拉下去，乱棍打死，以儆效尤！姨母，放开我！姨母，放开！不对，这是有问题。这个贱人居然还敢咬人！爹现在再不来，这心就撑不下去了，还不拖下去！姨母，姨母！看来本王来的不是时候。看来本王来的不是时候啊！这不是灵王吗？他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皇后娘娘万安，本王今日奉父皇的旨意，特来查账。灵王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今日府上正在处理些家务事，恐不便查账，不如改日再来。原来叶大人的家务事竟比皇上的旨意还重要。臣不敢。灵王，是事关本宫外甥女的下落，是不是要拿本宫一起问罪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等各位查完家事，再查不迟。殿下，咱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，还查什么账啊？他要是真的月儿就好了，要不然与灵王定亲的就是他了。就他，提鞋都不配的下贱胚子，配！你瞧他这副狐媚的样子，还想冒充长公主，抢我未婚夫！呸！立刻把他给我发疯了打死！冤枉了！灵王殿下，请您明察，小女确确实实乃叶灵雨，绝非是冒充。这是叶府的家事，你求殿下也没有用。灵王殿下爱民如子，声名远扬，难道就如此看着叶夫人草菅人命吗？
你倒是给本王扣了一顶好大的帽子。本王今时若是不管你，倒成本王的不贤了。但你有何证据要本王信？臣女有人证。他，你个贱人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那碗水中有蹊跷，只要将他的血融入其中，便可立刻真相大白。殿下，这个贱人，他心机深沉，你不要信他。秦松，去看看。是。看来灵王是打定主意要管臣的家事。娘娘，殿下，叶小姐的血液无法与相国相容。难道说叶小姐并非叶相国亲生的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叶相国，作何解释？微臣也不知啊。娘娘行。那是因为那碗水中加的有清油，只要加入了清油，任何血液加入其中便都不能融合。母亲，玉儿自知出身与你相宜，配不上相国府这高门大户，但你又怎能如此侮辱我，如此侮辱我娘？月儿，玉儿是母亲次等羞辱，姨母，您的恩情，玉儿来世再报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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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人！快救人呐，月儿！兜兜转转，这花稀释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，又一世。还记得前世梦事，欲言竟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这些当年就是因为溺水而亡，如今你也……大夫，玉儿究竟怎么样了？回禀娘娘，二小姐脉象微弱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庸医，若是玉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们全部给我陪葬，给我想办法去治。草民遵旨。还有你们，在水里动了手脚，安的什么心？皇后娘娘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们……无私本就不喜欢玉儿，公看在眼里。玉儿今日安然无恙便罢，但凡有一丝不测，公不会放过你们。父亲，你干什么？屠夫，一定是！没想到你竟如此歹毒，竟然敢陷害我的女儿！不是我，皇后娘娘，是臣管教不严，请两眼恕罪。老爷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呀，老爷。叶小国都承认了，还敢嘴硬，干脆给我张嘴！伤势心肠歹毒，不惜本宫姐姐分毫。叶相国需谨记，相国夫人从来都是本宫的长姐杨真，像张氏这般意图戕害姐姐血脉之人，不配位，不配做叶家主母。今日起小为姨娘。啊？什么？姨娘？那我岂不是成为庶女了？月，我不要成为庶女，你快帮帮我吧，月。躲在这里，娘亲这次肯定找不到我。
容易勾搭上相国。只要你这个贱人死了，在这府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夫人了。哇！小姐，你别怪奴婢，我们斗不过张淑琴的。为了活命，奴婢只能把你带出来。你是谁？这是哪？小姐，小姐若不记得了也好。孩子，我是娘啊。我竟然真的是二小姐，叶秉章、张淑琴，你们驱使村长杀我养母，害我亲母，此恩此怨，我定让你们百倍偿还。月儿，你醒了，月儿。月儿，你受委屈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叶府当之无愧的嫡小姐。今日幸亏月儿无事，否则公定要扒了你们几个的皮。要是再敢欺辱月儿，公绝不轻饶，听懂了吗？臣明白。恭送皇后娘娘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灵王殿下，臣身体实在是受不住刺激，今日老臣恐怕是不能陪您查账了。叶大人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本王今日可以不查，但愿日后你一直有今日这般运气。光阴如梭，一梭再去，一梭去。青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。只一段锦绣纹饰。你的伤，跳河时候弄的。难解脱这相思。给我。兜兜转转，中华稀释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也是。放手。还记得前生梦事，与眼睛母子。今日跳河之事，并不在计划内。皇后娘娘不是蠢人，仅凭我的几滴眼泪，不足以打动她。只有利用她姐姐相似的遭遇，才能从她的同情中活出一线生机。也是这一跳，我才发现我竟真的是二小姐。从前对姨母的利用实在是不得已。你是整个计划的核心，若你出了事，满盘皆输。想要复仇成功，那就想办法活着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务必要对自己狠心。现在不是也很好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叶府真正的二小姐，叶家的罪孽，迟早要千倍万倍的偿还。你今日受了伤，这个药可以助你早日恢复。在想什么？现在即使有了皇后娘娘的亲密相护，但叶家始终是个虎狼窝。若要顺利复仇，还要另寻他法。你是说寿宴？
哎呀，爹，你看娘的脸都是被那个叶灵玉给害的。你还有这种心思管这种小事儿？灵王已经亲自登门查证了，因此事牵扯出太子殿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再不抓紧灵王的心，相府就完了。蓉儿，今日那清油是怎么回事？娘，不过清油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不知道碗里为什么会有清油，都怪叶灵云这个贱丫头，害得娘被贬为姨娘，她可真是个灾星啊！若真如你所说，这相府留不得她，只是皇后那边恐怕不好办。那身份真假不定的丫头也是留不得的，想个法子把她骗到山庄，毁尸灭迹，再找个理由搪塞娘娘，这事不就成了吗？既然皇后娘娘想捧着她，那咱们就顺水推舟，把她捧得高高的，再让她狠狠地定下来。韵儿，母亲，哦不，姨娘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3天后便是你父亲的寿诞，我想着你都16了，也该学着管家，便向你父亲提议，今年的寿诞由你来操办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，那就给你办一个完美的寿宴。可是月儿初入王府，还不清楚，怕办不好。哎呀，傻孩子，有我帮你，怕什么？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便是。那月儿多谢您了。用皇后撑腰又如何？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这个小贱人滚出相府！哼！你去库房取些银子，然后到街上采买些寿宴所需食材来。请帖送了吗？你们都不理我是吧？那我自己去。卖白菜，卖白菜啦！殿下说蓝翠每月有一次出宫采买的机会，应该就是今日。小哥，这小白菜怎么卖？1文钱。二小姐，可怜呐，堂堂相府千金，竟然需要亲自出来买菜。那位姑娘的情况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王爷，若宋小姐真搞大寿宴，落得个不孝的名声，可是要被赶出府的。谁？看来本王每次来的都不是时候啊。老师永远都是学生的及时雨，是学生失礼了。今日教你第2课，往后沐浴时锁好门窗。对了，叶秉章的寿宴，你可有把握？老师，皇上是怎么样的人？爱民如子。那届时就请老师到皇上面前，
替我借一股东风。不急，时机还未到。是王爷。她还真出府买菜去了，真是生下来的野丫头，又蠢又笨。她以为出去买点菜就能办好一个相府的寿宴了。夫人，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办妥了。小子不仅没有帮他打理寿宴，就连寿宴的请帖也根本没有送出去。做得好，给我那舅母徐老夫人的请帖送去。舅母最疼我了，又有诰命在身，平时连老爷都要给她3分薄面。是。叶灵韵，我看你明天怎么收场。娘娘，奴婢都打听清楚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张淑琴如此糟践二小姐，分明是不把娘娘您放在眼里。明日你便出宫去盯着，若张氏再敢对玉儿不利，便带本宫去处理，势必不能让人欺负了玉儿。是。二小姐，徐老夫人来了。张姨娘说，按照辈分，也算是你的舅姥姥，让你过去给徐老夫人请安。我知道了，银秋，这就去。快坐，快坐，舅母累了。舅姥姥，你是不知道，母亲好歹是高门贵女出身，叶灵韵刚回来，我母亲就被降为姨娘了，就连父亲的寿宴，她都要抢去操办，简直是横行霸道。舅姥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竟有此事？对。秦家今日舅母在这儿，一定替你们母女出气。韵儿，快来见过你舅姥姥。韵儿给舅姥姥请安。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才让那些不三不四的野丫头骑到你的头上。你学的什么规矩？长辈还没让你起来呢，你怎敢起来？韵儿以为舅姥姥和姨娘聊得高兴，一时忘了让我起身呢，所以韵儿便自己起来了。舅母，韵儿年纪小，不懂事。哼，蓉儿年纪比她还小，你看看蓉儿被你教养得多好，知书达理，什么娘生什么货色。以后多跟蓉儿学学规矩，免得让人耻笑。像你的二小姐有娘生没娘养。韵儿的娘亲是当朝皇后的嫡姐，这番话若是被皇后娘娘听到，可是要受刑的。也不知您这副身子骨，不知道还扛不扛得住。我还要置办寿礼，先告辞。我乃诰命夫人，就算你爹在我跟前，也不敢如此造次。来人，我恩准，你去让他学学相府小姐的规矩。我看谁敢！懒翠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皇后娘娘也来了。娘娘今日出不得宫，特让奴婢前来恭贺相国寿宴之喜。就是皇后娘娘来了又如何？叶灵韵无遮拦，顶撞长辈，我照样能教训她。我呸！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算哪门子长辈？不过是张姨娘的舅母，和我们二小姐还打着好几个弯呢。自家是绝后，没人让你管教了，你跑这儿来充老实子长辈。叶灵韵，舅姥姥可是朝廷的诰命夫人，你竟然敢让你的奴才这么说话！呸！什么东西？区区五品诰命，还真拿自己当盘菜，光屁股拉磨，转着圈的不要脸。就算你舔着张老脸，求着和我们二小姐攀亲，我们都嫌她脏了门楣。二小姐那是尊敬她，才管她叫一声舅姥姥。论长辈，
有皇后娘娘和相国，轮不着她来指手画脚。张姨娘，你说呢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摊子事儿我不管了。来人，回府！救我！救我！救姥姥！叶灵玉，你是怎么办的事儿？哎呀，韵儿，这些可都是你爹在官场上的朋友啊，你怎么连请帖都不给人送去呢？你也太不用心了！你这个废物！恭喜老爷！恭喜老爷！恭喜恭喜！这怎么回事？老伯，既然小姐邀请，相国寿宴，我们一定前来祝寿。啊！祝相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相爷，这是我家养的老母鸡，可补了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好，各位父老乡亲的美意，本相心领了。各位先去偏殿入席。多谢相爷。真是没见过世面的野丫头，当这是村里的，请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啊？去相公府吃寿宴去喽！王爷，宋姑娘可真有办法，这下不会有问题了吧？不，她还缺一道东风，随我进宫去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。灵儿来见朕，所谓何事啊？今日是夜相午时寿辰，儿臣听闻一件趣事。什么趣事？相府的二小姐特意邀请城中百姓一同参与庆祝，就连乞丐也一同庆祝。您的百姓连声称赞，都说相府出了一位慈悲心肠的女菩萨。如此善举，理应嘉奖。朕多日不曾出宫，今日既是叶相国的寿宴，朕不妨也去凑个热闹，与民同乐嘛。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庆贺寿辰？你消消气，你这孩子有什么不满，尽管和我们直说呀，何必故意给老爷难堪呢？你这可是大不孝呀！得快去禀告皇后娘娘才行。爹，女儿没有。爹，女儿。若是爹爹的寿宴无人前来，才真的是丢尽爹爹的颜面。百姓是国之根本，爹爹为何会觉得丢人呢？要不说是没见识的野丫头，不请达官显贵，去请那些贱民。你的意思是，百姓比朝廷命官都贵重？娘啊，您就不该交给他操办，他拿着两脑子，能有什么道理？今日即便无人前来，我宁可将这些粮食都拿出去喂狗，也不愿意让那些贱民进来参加。竟然毫无义气！来人呐，请下法！让你知道，让你知道。相府所有人皆旨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叶秉章枉为人臣，今日起降为太尉，罚款半年，以示警醒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难道皇上听闻父亲宴请百姓，觉得父亲给他丢脸了？多亏叶灵玉那个灾星！叶灵玉宴请百姓，此乃善举，子女人民爱慕。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0匹，封惠安乡居，以彰其德。钦此。臣女谢主隆恩。
今日你说的话，皇上也全部知晓，好自为之。你个不要脸的虎妹子，离殿下远点儿！你，殿下，是这个虎妹子故意勾引你，你凭什么扶她为相君呢？还请三小姐示意。皇上今日已经动怒，你还要质疑圣明？不会，容妹妹是有意质疑皇上之意，还请殿下见谅。这灵王对月儿倒没那么顺利，难道灵王亦属月儿？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！圣上旨意岂容你来质疑？父亲，我滚去佛堂，按下思过。叶相国，今日之事，本王暂不与你追究。但若再有下次，你相府上下人头，恐怕不保。老爷，你打蓉儿做什么呀？还有你，今日若不是你在这挑拨，我怎么会降旨？俺家的钥匙也不必拿着了。今日起，相府内所有事务全都由月儿掌管。老爷，他救我！相国府是我的，您老太太一个外人，切莫手伸得太长了。行，我们府内的事情不会再管了。不要，救我！月儿不敢要，这又是为何？府里的下人都说月儿年纪小，不听月儿的，就说这次寿宴所有的食材都是月儿亲自去街上采买的，他们扣了请帖，所以月儿才请来百姓。月儿真是无奈。这帮贱主的奴才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敢怠慢二小姐啊！来人，都给我拖出去！杖毙！饶命啊！夫人，你这个小的，奴才都是听了您的指示啊！我们都是你多年的媳妇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老爷，这都是误会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拖出去，杖毙！老爷饶命啊！老爷饶命啊！不关我的事，闭嘴！你官府无方，纵容恶虎，你也给我滚去佛堂跪着！下次我一纸休书，将你赶出相府。我没有。月儿，你随我到书房。老爷。跪下！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说呀？父亲，女儿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在我面前装出这副懵懂无知的样子了。算计嫡母，惹他心腹，又指着寿宴得到圣上嘉奖，册封为将军，自幼乡间长大，哪儿学来的这些心计啊？莫不是你背后另有高人？原来他是怀疑我和灵王。女儿流落在外10载，若仍是那么天真烂漫，又岂能活到今日？况且女儿这么做，不是为了让父亲高看自己。哦，你用尽手段，是为了让我高看你一眼？女儿自幼虽不在你身边长大，
但女儿对您的如沐之情却从未停止。试问这天下的哪一个孩子不想被自己的父亲高看一眼？找到相国贪墨的证据，待相国府满门抄斩之日，就是你大仇得报之时。父亲，今日之事是女儿多有鲁莽，还望父亲再给女儿一次机会。你想要如何呀？女儿知道，父亲一直都想促成如妹妹和灵王殿下的婚姻，但灵王殿下却迟迟不肯答应。怎么，你另有办法？给女儿3日，女儿定能让灵王殿下登门提亲。娘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祈福？叶灵玉这个贱人，天下次次都帮他，居然爹也开始偏心他，我道理哪里比不过他？蓉儿，你要冷静，别忘了，你是有凤凰命格的人。娘为你除去红山村的阻碍，就是怕你嫁给灵王，成为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你不许自轻自贱。只是你爹这次真的动了怒，就连我的管家权都夺了去。叶灵玉那个贱人！什么？爹竟然把管家权给了那个贱人？娘，爹是不是不管我们了？别胡说，你爹只是暂时被那个贱人迷惑了。等我缓过神来，定拔了他的皮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只是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凤凰命格，你们就……给我打！叶婉容、张淑琪，你们这样阴毒狠辣的自私卑鄙之徒，竟然也想成为最尊贵的女人！不可能！相府这座吸血的魔窟，我定要一把火点着它！我要你们陷入泥潭，永生永世不能翻身！叶秉章现在身居高位，势必培养了自己的势力。仅凭一本账本，我们能扳倒他吗？若人证物证确凿，他逃不了。这局棋，老师又赢了。王爷，属下得到消息，近日有刁民在衙门闹事，被知府下令打了板子，赶出了京。现在他们正逃到郊外一处破庙，那群被赶的刁民是豫州人士。豫州，那正是叶秉章的赈灾之地。此事想来没有那么简单。青松，备车去豫州。什么父母官，都是一群狼狈为奸的畜生！听到我们要告叶秉章，就诬陷我们闹事，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法了？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，为的就是替豫州乡亲们讨个公道。如今却是这种结果，我们哪有脸面回去面对父老乡亲呢？天子脚下，官官相护，百姓们受苦受难，却求告无门。难道我们这些百姓的命就都不是命吗？文浩哥，你们是谁？放肆！这位可是？你也是官儿，是官都该死。
滚！我跟你拼了！我们是来帮你的。文浩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就是今日被知府赶出京城的刁民。这位是灵王殿下，有何冤屈，尽管说出来。灵王殿下，我们不是刁民。我曾听说灵王殿下刚正不阿，我想赌一次。灵王殿下，请您一定要为百姓们讨回公道。文浩哥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文浩哥识字儿，便自请带着豫州百姓们的请愿书，去京城告叶秉昭那狗官。衙门里那狗官一定听说了我们要去告当朝相国，便反咬文浩哥，是来闹事的刁民，把文浩哥打成了重伤。天理昭然，还请殿下一定要为我们讨回个公道。若王爷需要，我等一定配合，只求王爷为豫州百姓讨个公道。你们放心，叶秉璋罪恶滔天，我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。如今有了这份血书，还有你们这些人证，我只要再找到他贪污的证据，就一定能拿下他。那本账簿我已经找到了。当真？听说你找到了账簿。老师别急，云瑶想和老师做个交易。哦，你想跟本王做个交易？云瑶想请老师向叶府三小姐提亲，订婚宴就设在叶府，届时学生定会将账簿双手奉上。你是说让本王和那个蠢东西定亲？这样对老师来说也是有利的。众人目光之下揭穿相国一家的假意，老师自然也能与其撇清关系。所以你是想捧杀？老师的订婚宴必然会高朋满座，我要他们以为自己站在高峰之时，跌入深渊。好，那本王便在3日后与叶焕荣设宴定亲。恭贺叶太尉的千金和灵王文定之喜呀！灵王如今重得皇上器重，叶太尉和灵王结亲后，可别忘了提拔我们这些同僚啊！请。不瞒你们说啊，叶三小姐和灵王殿下能顺利订婚，我可是帮了大忙了。这人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回老爷，他是红山村的村长宋天，手里有咱们府的请帖，小人便让他进来了。姐，我来帮你招呼客人吧。这宋天不过一个小小村长，为何要邀请他参加三小姐喜宴？于你而言是请帖，于他而言却是一张催命符，务必亲手送到他手里。是。滚呀！滚！宋村长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我女儿，
再胡言乱语，老夫把你请出去了。不是鬼，若他真是宋云瑶，这半头珠髓得值不少钱啊！是，相爷教训的是我喝醉了说的醉话。宋云瑶，宋云瑶，村长，真的是你，我还当自己看错了。你没死，还冒充成这儿的千金小姐，我看你这日子过得不错。到底要怎样？要想让我替你保密身份，就给我1000两银子，1分也不能少。我哪来那么多钱？没有钱你就自己去想办法。这相府这么大，你随便去偷2件。相府的东西都是有记账在案的，就连我手里这壶100年老酒都有人登记的，怎么可能给你拿那么多钱？你给我，还给我！这就是100年老酒，果然香得很啊！给我！宋云瑶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能当上这相府千金，都是托的我的福。要不是我弄死了你拖后腿的老娘，哪有你现在的富贵日子？这酒叫什么？这么香！先留着你，这场戏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相府有这么好的酒，钱肯定也不少，1000两。要不然你这千金身份就休想坐实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一会儿你去宴会厅找我，我给你1000两。算你识相。接下来我要一个个揭破你们的假面。这天下也就3小姐是第一才女，才能配得上灵王啊！是啊，往后叶相国成了皇亲国戚，这身份更是尊贵了呀。2位大人谬谕了，今日是小女与灵王订婚宴，2位大人方便来，喝酒。草民冤枉啊！草民今日要状告叶秉章贪赃枉法，恳求在场的青天大老爷们要为草民做主啊，为豫州无事枉死的百姓做主啊！哪里来的刁民，说本官贪赃？我有凭据，空口白牙，竟敢污蔑本官！来人，把这个刁民赶出去！豫州水患，百姓们食不果腹。你受我赈灾款全都克扣，用大批银两占为己有，只留下少许衣物敷衍了事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叶秉章，你所做之事，豫州路人皆知。你堵得了我的嘴，你堵不了所有豫州百姓的嘴。我父亲是豫州的通关小吏，我可以作证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们也可以作证，你们这……我们也可以作证，他说的句句属实。恳请在场的各位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叶二小姐身边的丫鬟吗？
怎么也来状告主家？接连几个灾民都来状告叶太尉，连自家的丫鬟都来了，就肯定是真的。叶秉璋这狗官贪赃枉法，害死豫州无数百姓，你就夸张的报应吗？叶灵运，你是怎么管教下人的？今日可是蓉儿和灵王殿下的订婚宴，岂容这个贱婢在此撒野？叶灵君，还不让这些不懂事的下民闭嘴！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况且今日来的宾客那么多，月儿没那个本事，躲得住悠悠众口。你这叶灵运，你无非就是知道我和灵王殿下订婚会来闹事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这样做，丢的无非就是灵王殿下和父亲的脸。不如趁着蓉儿的这个借口，在灵王来之前，将灾民的事含糊过去。灵运，再说叶灵王，他也是你妹妹的夫婿，要不要脸呐？原来是女儿家中风失措，这叶二小姐也真是的，府内一荣俱荣，她诬陷自己亲生父亲，怎么能有好果子吃？我就说吧，这叶太尉每年俸禄丰厚，何须去贪赈灾的那点银两？这叶太尉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啊！叶二小姐美是美，但却蛇蝎心肠，看不起庶妹就罢了，竟如此眼红的破坏自家妹妹的订婚宴。怪不得能嫁给王爷的不是二小姐，是三小姐。起来起来！三小姐，你看怎么感谢我呀？要不是我帮你和夫人杀了那个小贱蹄子，你怎么能嫁给王爷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胡说八道！你哪里来的疯子，满嘴胡言，也敢来相国府造次！夫人，是你呀，给了我300两银子，让我杀了那个奉命的小蹄子，三小姐才能如愿嫁给王爷。你还说三小姐要是嫁给了王爷，赏我1000两银子呢，这上面还有相府的印记呢。你看，你的订婚宴上居然会出现疯子，赶紧把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慢着，这银子上面确实有相国府的官印。有啊，这相府是什么人？杀人背命是真，贪赃枉法会不会也是真的？谁说不是？你看这灾民多可怜，这一家人都是蛇蝎心肠啊！满嘴胡言！我女儿天生负命，是你嫉妒她，就是你这个浪荡贱人，见不得我女儿嫁给灵王。我是皇上亲封的湘君，你一个小小的姨娘和庶女，也在这里以下犯上，胡说八道。叶灵运，你放肆！还没到你的父亲，你方才颠倒黑白的本领，着实让人佩服。今日人证物证俱在，真相自有决断。这账本从哪儿来的？豫州赈灾，朝廷拨银196万两白银，用于豫州的屋舍维修和灾民安置，而豫州的百姓实际只得16万两白银，其余的全部进了叶秉璋的库房。这笔账记得清清楚楚，谁也别来不得。这孽障到底想做什么？只要我一口咬定账簿是假的，这几个贱人又有何惧？本相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心，此账本老夫从未见过。难道是假账？这二小姐真是狼心狗肺，冤枉生父！
叶相国一心为民，这些刁民竟然陷害忠良。叶相国贪赃枉法，导致豫州百姓民不聊生。相国贪赃枉法，相国夫人乃凶杀人，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。我一家妻儿老小全都死在了柴年，就因为这老贼贪污。如今我孤身一人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青天有眼，请各位大人明鉴。言乱语，简直是胡言乱语！兵何在？将这群胡言乱语的东西拖下去，重刑处置。我看谁敢！豫州百姓孤为状告叶秉周贪污，自发签下万民请愿书。一人所言为虚，三人亦有可能不实，五人亦有可疑。那么100人所言，1000人所言，10000人所言，难道还能有假吗？还能有假吗？这可是血书啊！这要是没有冤情，谁愿意以血为书啊？当务之急实现叛赵灵王的心，有了这种关系，当今的贱民能奈我何？其中一定有误会。灵王殿下不妨先与小女蓉儿订婚，别因为这等小事耽误了今日的喜事呀！万千百姓的冤情，在叶太尉眼里是小事。不，下官绝无此意。下官的意思是，叶秉章身居高位，不念君恩，反行贪墨之事。证据确凿，着即刻革职查办，抄没家产，全家入狱，秋后问斩。正视听。惠安乡居乃皇后亲生，且心系天下，查贪有功，可赐免罪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林玉，同为相府千金，自当与我们一起下狱。你可还记得，当年虎山村那个同为凤凰命格的无辜女子，让你们失望吗？我没死。是你，所以你不是叶灵玉，是阻碍了我凤凰命格的那个贱人。这不可能！殿下他不爱你，你的梦该醒。殿下，我不相信你一点都不爱我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殿下！我是女王妃，你们这些奴才都该死！带走！那个疯疯癫癫的怎么办？打断了腿，陈塘。这是灵王，这是蓉儿，蓉儿，我可怜的蓉儿啊，是块娘没有，不能替你报仇。蓉儿，夫人，小姐，银秋即将被发卖，走之前来看你们一眼。我可以让你不必再被发卖，但是你要替我办件事。明月，你的仇已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明月哪儿也不去，就跟着小姐。
比我找几个杀手杀了叶凌云那贱人！我该告诉你，你的满身气在何处？其实我与母亲被灭，再次被发卖之苦，如何？说，谁指示你的？是夫人。你受伤了。宋小姐，我来试。遥望云海中烈烈长风，落日余晖别动，在夜我来。君家玉骨红，越过一道风。几千代举海市山盟，你还挺关心我的。疾风候鸟无人间中，我刻骨动容，隔着的松。如果陪我走过往事空中，60年少的你为我勇敢停留。生生挖2次井，一定很疼。但再来一次，我还会珍惜。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鲲鹏长游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雨，相拥与你走过匆匆。今日我想我早已赴约。殿下的伤口切莫沾水。轻松。王爷，去备水，本王要沐浴。宋小姐叮嘱过，你身上有伤，不能碰水。还不快去！是。要冷水。我就对着眼边刻骨存心，望着你如结冰，溃败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。风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让黑白世界洗涤着已被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允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。王爷，坐。你的仇已报，还会留在京城吗？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期待我留下。若你愿意，你或许可以留在王府。他与相国政见不合，说他知道我真是叶灵玉，他还会想我留在他身边。可难道我要瞒他一辈子？我其实真的是叶灵玉，只因我儿时亲眼目睹母亲被张淑琴害死，一时间无法接受，所以才失忆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？恢复那天跳河之后，多谢王爷今日又救我一次，云瑶无以为报。唯有下辈子当牛做马，报答王爷。我不要等下辈子，
我只要你在我身边。我不在乎你的身份，我也不在乎你是要不要试着留在我身边。什么？那老东西居然还不死？他这是想把香蕉拉下水，毕竟可有欺君之罪。好，本王自然要成全叶秉章那将死之人的心愿。灵王此次查贪墨案，为豫州百姓讨回公道，着实立了大功。儿臣有事禀告，罪臣叶秉章在天牢想要面见父王，说是叶灵玉身份造假，欺君。一个贪官之人，岂能让人信服？莲儿看着处理便是。是。怎么样？那贱人死了没有？给我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老糊涂！这人嫁祸当女儿，还让她涨价！我和蓉儿落得如此下场，都是你不中用啊！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你嚷嚷什么？再嚷嚷一人拖出来打一顿！哼！我若还是相国，这种低贱的奴才不知死了千百回。你这只会内斩手段的无知妇人，能成什么大事啊？哼哼！那个假叶灵玉冒充身份来欺君之罪，我早已派人禀告皇上。欺君之罪呀！就是死，我也要拉着他一起陪葬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有今天，皇上一定大发雷霆，下旨要将你处死了吧？你犯下欺君重罪，怕是要先我一步上路。本王说过了，让舒淇母女直接交由你处。我在一旁等你。谢殿下。没有被问罪，怎么可能？这欺君之罪，皇上竟然还能饶过你，一定是你这个妖女使用什么妖术迷惑了皇上。陛下是明君，像你这种贪官污吏的话，只能当耳旁风过掉。你的临死反扑显得尤为不足。妖女是妖女。殿下已将你们三人的处置权交给了我这个妖女。皇上呢？我们要向皇上告你！开门！干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！当初是张淑琴害你，与我何干？你如今还不是好好活着？自你进府，我处处维护你，让你白白享受了那么久的高门贵女的好日子。你非但没有感激之心，反而害你不能好死！不过10年时间，就当真认不出我了吗？
父亲。你果真是林韵。10年前，你们2人杀害我娘亲，可有想过是今日的报应？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，为了你那个短命的娘报仇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有你娘那条贱命，换我和蓉儿10年的荣华富贵值了！若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连同你一起杀了！如今已成定局，反正我们必死。想要地图向你忏悔，做梦！反正你们确实难逃一死，只是你的那个宝贝女儿啊，已经疯掉。但只要我想，我可以让她像狗一样活着。说我向皇帝求情，赦免叶焕如，把她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。昔日的第一才女，如今却变成了疯女。届时任人羞辱，倒也算有趣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你要报复就报复我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，我求你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，我求求你。过来，韵儿。娘和韵儿一起玩。娘和韵儿一起玩。我们的小韵儿要一直都这么开开心心的。小姐要照顾好自己，奴婢要去陪夫人了。娘。没事了，忘掉过去，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吧。走吧，父皇和皇后娘娘在召见我们。召见我们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母皇子凌霄才能出众，朕今册立凌霄为皇太子，以继承大统。前太尉之女叶灵运品貌出众，又助皇太子查案有功，可将叶灵运许配太子为太子妃，则良辰吉日完婚，亲死。韵儿，这是姨母当初入宫时你且亲手为我绣制的凤冠霞帔，今日姨母转赠于你，姨母同你母亲共愿，韵儿和灵王琴瑟和鸣，